哎呀，宝贝儿，你看看妈妈这旗袍好看吗？妈妈明天就穿这身旗袍送你去考场，寓意是旗开得胜，你说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妈妈，你穿这身旗袍最好看了。诺诺，明天你哥我就穿个代课，咱们诺诺做题啊，必须全对。哥的金嘴一发声，满分稳稳揣怀中。我们家诺诺这小嘴啊，就是甜。妈，诺诺，哥，不像某些人啊，往那一站，看着就是碍眼。我们家是虐待你了吗？你穿这么寒酸给谁看呢？妈，我没有，没有，你非得让外人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我偏心诺诺，苛刻你，你才甘心吗？妈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姐姐她也不是有意的，她可能就是对我们的穿衣风格不太感冒而已。您消消气啊。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懂什么穿衣品味？还有脸嫌弃我们？我苦苦找了你15年，你这一回来就跟我们对着干，你就是被那些乡巴佬给我带坏的。妈，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养父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当年不是自己从小长大的，这心呐，就是跟我们往一处靠。你看咱们家诺诺，这虽然不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那个贴心孝顺劲儿啊，比你这个亲生的要强100倍。就是，这样看来，咱们家诺诺才更像是我们沈家的孩子。妈，您当初啊就不应该把这乡下人给带回来。我又何尝不后悔当年跟你们回家？还站着碍眼干什么？赶紧给我上去，不换好衣服别给我出来！给我进去，衣服换不好别给我出来！我又何尝不想穿得漂漂亮亮体面些呢？可我身上这套运动服真的是我衣柜里能拿得出最好看的一件衣服了。4年前，自幼被拐的我，终于回到了父母的怀抱。时隔15年，您终于找到被拐的亲生女儿，请问沈总现在作何感想？非常感谢媒体和好心人的帮助，终于让我找回了我的亲生孩子。我发誓，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好好的补偿我的女儿，绝对不会让她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那一刻，我曾以为自己会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。爸妈第一时间带着我见了他们收养的女儿。诺诺，我们把姐姐找回来了。姐姐，他们给她用了曾经属于我的名字沈妹。快去，这是谁呀？你妹妹？她用着我的名字过着我的人生。快去呀！去呀！姐姐，我之前老听爸妈提起你。却容不下我的存在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只是想要有个家呀！诺诺，诺诺，陈若，还是你妹妹啊！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？你没事吧？我看受伤没有？来来，坐这。为了安抚妹妹，爸妈答应她继续用沈诺这个名字，而我只能改名沈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沈若了。爸知道你嫉妒你妹妹，但是毕竟她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长大的，爸希望你和妹妹能和睦相处。我没有。好了，回家吧。本以为将名字让给她，我会真的重获安宁，没想到那竟是我步入地狱的开始。小诺，快看！起初遇到沈诺任性妄为的时候，他们还会跟我商量让我让着他，
小若，这是爸妈特意为你精心打造的公主房，喜不喜欢？姐姐真是好福气，只有沈家的亲生女儿才配拥有这么好的房间吧。没关系，爸妈，我知道我只是个养女，不应该有这种奢求。可是爸妈，我求你们别把我赶出去行吗？诺诺，爸妈怎么会能赶你走呢？是啊，诺诺。爸妈，你们不能因为她小若是你们的亲生女，就对诺诺厚起来。不同意。哥哥，我不想让爸妈为难。诺诺，这怎么是为难呢？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。是啊，诺诺，从小到大，爸爸妈妈最爱的就是你。小若，你是姐姐，应该让着点妹妹，这样好不好？爸妈以后再给你打造一个比这个更大、更漂亮的房间，好不好？后来，他们的商量变成了命令，我的全盘接受，也变成了习以为常。诺诺。爸，是不是好？哎，你们好，爸爸接你去补习班。爸，我同学他们都跟我一个补习班，你能顺路送送他们吗？当然可以，来上车。这边叔。爸，小若，你爸，我补习班都要迟到了，快走吧。哎来了，那个小若，爸爸先送你妹妹，等会儿过来接你，等我啊。爸。同学打车吗？师傅，去天苑别墅多少钱啊200。师傅，我钱不太够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没钱你打什么车？浪费我时间。师傅，师傅，来吃饭了，妈妈做饭真好吃。哎，再尝尝这个。我回来了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不知道打车回来？该不会是故意在人面前卖惨求关注吧？哎，你小小年纪，你心思怎么这么灭呢？妈妈，哥哥，你们就别说姐姐了，可能她就是在乡下住惯了，还不适应城市的生活而已。我妹妹感冒了，你赶紧进去，收拾干净再出来，别把凉气供给她。快去呀！那是我第一次清楚意识到，自己根本融不进这一家。来这吃个虾，吃虾对身体好。妈，我还想吃排骨。诺诺呢，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你这当姐姐的应该让着她。这最后一块排骨呢，就给诺诺吃。来，这儿有虾，你吃虾。我对虾过敏。过敏呢？过敏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连什么不吃生姜都要一根一根的挑出来，却不记得我吃虾以后的生闷恶心。淡的妹妹似乎变成了我要一辈子遵守的规则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他们应该带着沈墨出去吃大餐了吧？乖女儿，爸爸这次是特地赶过来
陪你参加高考的。是啊，诺诺，这次有了咱们全家人给你助力，一定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。妹妹，哥哥相信是最棒的。谢谢爸爸妈妈，哥哥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，争取考个今年的状元，为咱沈家争光。我就说嘛，咱诺诺呀，一定是我们沈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了。就是，走，回家。姐姐，你怎么在吃剩饭呀？这要是让爸爸看到了，还以为我们在虐待你呢。你这是故意算准你爸回来的时间，还穿着你这身破衣服在这装可怜，告我的状是不是？妈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太饿了。哥，那我们刚刚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跟着？现在偷偷跑出来吃剩饭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什么？你说你都回来多长时间了，还把你农村那些臭毛病给我带回来，故意处处跟我们作对，让我们丢人。哎呦，还没说你2句就开始装病是吧？沈诺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小心思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小若，你不要生你妈妈的气。你妈这个人呐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看，她还特意叮嘱我给你买了礼物。小若啊，感情是需要慢慢磨合的，毕竟你回来时间太短。你妈这个人的性格又比较强势，所以生活中难免有些矛盾。不过以后慢慢就会好了。来，爸爸给你戴上。4年时间我都融入不进这个家，以后就能好吗？可我已经没有以后了。爸，我想跟您说件事儿。你说。您等我一下。好。你说你怎么那么偏心，送给沈若那么好的镯子，我们家诺诺呢？那是自然，咱们家诺诺当然是最好的。这是之前诺诺相中的那款跑车，下了飞机，爸爸第一时间到4S 店预定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爸爸。这还差不多。诺诺，这次考试要好好加油，为咱沈家争光。哎，小若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还在这给我站着，赶快给我滚回去睡觉，别在这打扰我们诺诺休息。行了，少说2句。小若，不管什么事，等明天考完试再说。不早了，都早点休息。偏心的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偏心，只会指责你懂点事儿，再懂点事儿。可我还不够懂事儿吗？而我的懂事又为我换来了什么？您这情况还是让家长过来一趟吧，有些事还是得跟家里人说清楚。医生，你有话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爸爸他们忙，抽不开身。你这肾衰竭的指标已经达到临界值，身体各项机能都在快速下降。那我还能撑到毕业吗？姑娘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，最多也就这几天了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再坚持一下，身体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很不想死。
今天就考试呢，怎么还不起床？这么热的天，我那么严实，甩脸色给我看是不是？拿你的前途给我赌气呢？老娘拼了命把你生下来，我这还生了一个仇人呢我。妈妈，我早饭呢。哎，妈马上就来啊！老娘今天没空搭理你，你爱死不死？有本事啊，你今天别去考试，死丫头！妈来啦！姐，来了。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这2个孩子不是今天高考吗？我去求了2个文商服，图个好彩头。来，谢谢小姨。哎，小若呢？这丫头正给我闹脾气呢，到现在都没起床，干个什么事情都磨磨蹭蹭的，一股小家子气，一点都不像我们家的人。孩子努力了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天，他不会这么无视你。哼，他这故意挑今天的日子，就是想戳摸我眉头呗。我说你看，小若，小若，小姨进来啦。小若，别睡了，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，不能迟到的。小若，你的教养被狗吃了吗？长辈在这跟你说话的，你连床都不起，真不知道那些乡下人怎么教育你的。是不是生病了？小若不是这么没教养的孩子，盖这么严，不会发烧了吧？你别管他，这么大人了，自己生病就不会说吗？就让他自己在这给我作。他要是赶不上考试，就滚回乡下或种地去。姐，别这么说小若。我看他骨头到底有多硬，能撑多久。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赶紧走吧。小若，小姨祝你金榜题名。放那就行，走了。诺诺，考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就说嘛，咱们诺诺一定能考上清北，说不定啊还是个状元。哥，还没考完呢。就算是没考完，咱们家诺诺呀，一定考得也不错。就是嘛，诺诺，你也太谦虚了。等你考完，哥一定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个升学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妹妹啊有多优秀。爸已经订好了机票，等你考试完，咱们一家直接去马尔代夫旅行。真的吗，爸爸？太好了！哎，小若呢？也不知道她考得怎么样。管他干嘛？这个没出息的死丫头，她就算再怎么考，也只能考个专科，怎么能跟诺诺相比呢？就是。诺诺学习不错，将来是要稳稳当当考公的人。平时你多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别平白无故害了你妹妹的前途。看看你，一进家里就给我躺床上睡觉，猪都比你有精神。再看看诺诺，只要一进家门就进房间复习，人家就是奔着光明正道去的。你看看你，成绩练得底儿朝天，还懒得跟个蛆似的。说你的没听到啊？这什么味道？怎么那么难闻？是不是又没洗澡？你说说，你都回家多长时间了，还不记得每天洗澡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农村回来的这种毛病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？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在我们沈家丢人？这回子我必须拍个视频发到朋友圈，让他们那帮朋友看看咱们高冷女神的另一面。我想你不准把你给我杀了！杀了！
哎呦，这什么味儿呀？这么臭！小若小姐，你在屋里吗？小若小姐，你应一声啊！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这……爸爸妈妈、哥哥，诺诺啊，诺诺，我们的准大学生回来了。恭喜我们家诺诺顺利考试结束，这个花配我姑娘正好。谢谢妈妈。宝贝辛苦了。那咱们走吧，直接去机场。姐姐呢？这次旅行她不跟我们一起吗？我给她打了几个电话，她都没接，估计还在跟你妈闹脾气呢。要我说啊，就是把她给惯的了，你就晾她几天，你看能别扭到什么时候？姐姐也真是的，妈妈明明都是为了她好。还是我们家诺诺最懂事。那个沈若呀，就是个泥棍乖呀，妈也不至于这么操心呢。不提她了，咱们带着诺诺好好出去散散心。走吧，别误了航班。扎姨，怎么了？夫人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我担心小若小姐，她可能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张阿姨打来电话说，诺诺把自己反锁到房间里，怎么就是不愿意出门？他们有什么事儿？无非就是装模作样耍脾气了。难道他没去考场？他去不去又能咋？就他那脑子，你到了考场也是给他们沈家人丢脸。我已经叫了看守公司了。那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哎，爸，他都多大人了，难不成自己还能在房间里憋死啊？你这混小子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姐姐也许还在怪妈妈吧。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看见她了。我问姐姐要不要一起去考场，结果她凶巴巴的对我说别管我，然后就自己回房间了。什么？看我说的啥？她这个上不得台面的野丫头。这个你竟然在这个关键点上给我闹事！沈家怎么出了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？回头非好好收拾他不可。沈若，你还赖着不去考场？你要是想靠装病来博取爸妈的同情，那我劝你别做梦了，他们只会越来越讨厌你。沈若，你听见没有？好，既然你不想考试，那我就成全了。姐姐这么做，可能也是为了获得爸爸妈妈的关心。简直就是胡闹！如此重要的时刻，岂容他这么儿戏？算了，反正他就是个废物，考不考都无所谓。就是，还好我们家诺诺争气。哎，赶紧走吧，路上很堵，飞机可不。对，走，好，快快。好了，谢谢师傅。喂，夫人，小若小姐的房门终于……张妈，你不要管沈若，让她自己在房间里反省。可是小若小姐屋里……别再多嘴，做好你分内的事，再多管闲事我就开除了你。好吧，夫人。怎么住人呢？发现了！哎，沈先生、沈太太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哎，我说你们物业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出去度个假，就因为这点事把我们叫回来。今天就是，我女儿刚考试完，等着出去放松呢。有什么事儿不会等我们度假回来再说。实在对不住啊，沈太太，可这事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你闻闻你们家这味儿，比茅房还臭。你还好意思到外边逍遥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！来，你闻闻，整个别墅区都弥漫着你们家的馊臭味儿，你还好意思在这凶？肯定是沈若那个丧门星搞的鬼。沈若从农村回来带着这些臭毛病，从来都没改过，一天不干正事净给我添乱，气死我了！别吵了，赶紧开门进去看看吧。
沈若这个畜生，我就是养条狗也冲我摇摇尾巴，这一天到晚就知道跟咱找事。沈若，你在屋里搞什么鬼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你们快看，那地上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太恶心人了吧！我进去。啊！死人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女儿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诺诺，小恒，让他们都出去。快出去，别看了！出去啊！等等，我们接到报案说你们家里发生了命案，按照法定程序，我们需要对现场进行工作，并开展采样工作，请你们配合。检查得知，死者是我们的亲闺女，她天天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一举一动我们都看着，不可能是他杀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现在就联系殡仪馆，把人拉走火化，使得你们警方再分析调查。既然你说天天都在你们眼皮底下，那为什么人死了几天了，你们居然都没有发觉？就是，人臭了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父母到底怎么当的。哼，这话说的，晚几天呀，被蛆虫捅的土都渣的不剩了。这孩子也太惨了，自己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，亲爹亲妈带着个养女在外边逍遥度假，连他没了都不知道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父母啊？真是可悲又可恨呐！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，是我杀了他。你说什么？啊！检查得知，都是误会。爸爸，可能一时是我的死，脑子糊涂了才乱说的。他怎么可能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哎，妈，快把这个女士送到医院！你们3个人陪我去警区做一份详细的笔录。死因是重度肾衰竭，排除他杀的可能性。什么？肾衰竭？他怎么会有肾衰竭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这就要问你们自己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假的吧？你是在质疑我们法医的专业性吗？另外，我们在他胃里发现了大量的异食，大把的头发、纸盒、塑料，还有碎玻璃渣和铁钉。他的胃比常人足足大了2倍。这肯定是姐姐在乡下的时候养成的臭毛病，还好没有传出去，这要不然指不定外人怎么说我们虐待她呢。姐姐总是做这种荒唐事。这不是臭毛病，这是抑郁症引发的异食癖。你到底有没有把他当做亲人？
怎么能说出这么冷血刻薄的话来？是我害死小若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们要还有半分愧疚的话，就赶紧把人领回去。爸，我们赶紧走吧，我总感觉这里阴森森的。走，赶紧走。小若。好了，大白天的，你发什么疯？爸，我们真的要把姐姐的遗体带回家吗？接什么接？他死的这么不清不楚，万一他真回来找我们算账怎么办？爸，他真的会来找我们报仇吗？是他自己心理虚弱，扛不住压力，自己想不开寻了短见，凭什么怪在我们头上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等我回去找个靠谱的大师好好算算，看看怎么处理比较合适。小若，小若，妈妈的小若，妈妈的好女儿，小若。妈，你干嘛呢？诺诺，你把这个房间还给姐姐好不好？这个房间本来我就是给你姐姐准备的，还给姐姐好不好？妈，你干嘛呀？我的好女儿，你要什么妈妈都给你。妈妈去跟你讲，妈妈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抢回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妈妈，救命啊！小罗，小罗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了？诺诺，是妈的不对，妈错了，妈不应该给你姐买这么贵的蛋糕。诺诺，妈知道错了。诺诺这孩子，终究还是容不下小若。你说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？小若打小就在乡下遭罪，如今好不容易被咱们接回来，这衣食住行哪样不是现成的？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是啊，诺诺这孩子心思细，一点小事就能在心里琢磨半天。看来我以后要把这心往这边放放，千万可不能出什么岔子。这万一他憋出什么心理毛病，这以后可不好办了。是啊，趁诺诺不在家，妈给你买的蛋糕，听说这家蛋糕很好吃，快打开吃，别让他看到。小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妈。小若，你也别怪妈，你这个妹妹打小都被惯坏了，你这个当姐姐的，咱们就让着点，就当你为了我和爸，好不好？我们家小若真乖。你个乡下人，也配吃这么好的东西？诺诺，今天是你姐姐的生日，我才给她买蛋糕。妈，你之前答应过我，只疼我一个人，你骗我！诺诺，你去干什么？你别吓妈妈！那你答应我，以后爷爷只有我一个人，只能疼我一个人。答应你，妈答应你，快放下，妈什么都答应你。不可能，我爹怎么会出在小若的身上？他怎么会想不开？他只是从农村来的一个野丫头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有那么敏感。
怎么了？爸，我妈她已经疯了，赶紧把她送精神病院吧。瞎说什么呢？诺诺，扶你妈妈回房间。去呀，愣着干嘛？小若不会，不会。你好，请问是沈若同学家长吗？是的，请问你们是？这位是青兰研究院的周明远，周院长。他这次亲自来呢，是想邀请小若加入我们研究院的。这青兰研究院，那可是国内顶尖，在国际上都排得上号的地方，多少顶尖人才挤破头都进不去的。不过，不瞒周院说，小女今年刚高中毕业，连大学门都没进呢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不会搞错的。早几年我在一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有一处疏漏，就是沈诺同学最先发现的，他还特地写了邮件给我指出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们就有书信来往。他对一些学术问题，他的思路常常给我很多的启发呀。周院长这些年一心扑在传播设计上，那篇文章更是花了近10年的心血之作，里面的内容能看懂也是不易。可沈若同学不仅全看明白了，而且还指出了许多关键性问题，里面许多角度，就连周院长自己都是耳目一新啊！这等天赋，就是多少年都难遇啊！确实如此啊，他在流体动力学领域的天赋是我这些年见到最突出的。在我们的通信里，围绕着相关的课题，我们聊了许多，他也帮助了我许多。我们约定，他高中毕业就邀请他到青兰研究院，和我一起参与一些相关的设计工作。这份邀请既是对他才华的认可，也是我们早先说好的承诺。之前我就看见沈若在研究什么，难不成他们要找的人真的是他？可是沈若已经死了。那沈诺同学现在在家吗？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叫他出来。好。诺诺，一会儿安静点头就行，其他什么都不用说，快。诺诺，这位就是这些年一直和你通信、跟你讨论船舶设计的周院长。周院长这次来是邀请你加入青兰研究院的。周院长，跟您说一声，我们家诺诺最近刚把名字改了，现在叫沈诺，承诺的诺，这就是小女儿沈诺是吧？哈哈，能让我们周院长亲自来拜访的人，你是头一个。可见我们研究院对你的认可，可不是嘴上说说的。沈诺同学，你愿不愿意到我们青兰研究院呢？你们都不问问我的成绩吗？哈哈，能让周院长看中的人，成绩自然是不会差的。不过，你要是能拿到今年的高考状元，可以不用参加任何考核，直接就可以加入我们研究院的。状元？所以你今年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啊？我这是在干什么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你们这是？你是沈先生吧？你好，我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沈先生，给你道喜啊！你女儿考上了全国的状元。之前诺诺自己估分说成绩不是很理想啊，这才多久啊？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全国状元啊？你看，这是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，这通知书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我们这是太高兴、太激动了。高兴的还在后面。来，你看这市里为表彰状元，特地批下了20万的奖学金。我就说呀，沈若同学天赋异禀，绝非池中之物。如今又摘得全国冠军的桂冠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那周院长，您刚才说的让我们家诺诺进青兰研究院的事儿，还作数吗？那当然作数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周院长。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周院长，而且这通知书上的名字明明是我姐姐沈若呀。看来周明远要找的人应该就是你姐姐沈若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姐才是你们从骨子里疼的亲女儿，有什么好事你们肯定先想着她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这么多年，我和你妈对你什么样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你凭什么要说周院长邀请的人是我姐？他刚刚都亲口邀请我去研究院了，你现在改口又说是他，为什么？之前我看到你姐在和别人通信，那个人应该就是周院长，这才有了这次研究院的保送名额。还有周院长亲自来邀请的人，其实应该就是你姐姐沈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姐她都没参加高考，那怎么可能会是状元？说不定她是在考完试才去世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人的名字本来就很像，倒也有可能是他们弄错了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姐姐她都已经死了，保送名额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我倒觉得这个就是天意。什么意思啊？说到底，你姐姐沈若终究是我们沈家的骨血，她这一死，倒为沈家做了最后一件大事，让我们沈家彻底站稳脚跟，成为行业里的龙头。诺诺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沈若也好，沈诺也罢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同一个人。诺诺，到了研究院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给沈家争光。我一定努力。我的女儿是最棒的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沈若同学，周院长。小若，小若，小若，我是你妈妈，小若。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姐姐她早就走了，你在这胡说八道，让别人听见像什么样子？快别这样了，行吗？女士，您认错人了，我是你妈妈，小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周院长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家大女儿刚刚才去世不久，我老婆一时接受不了，受了点刺激，所以怎么是你？你们认识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沈先生和沈太太带着养女出去度假，亲生女儿没有得到及时救治，惨死家中。我正好是负责这个案件的法医。沈先生，我这个师妹啊，说话是直来直去的，不会弯弯绕。那说起来，在青兰研究院的时候，她是我们院最年轻的核心研究员。要说论天赋啊，那全院没有几个能比过她的。白法医，这位是？这孩子的身形怎么跟小若这么像？这是我的干女儿陈婉宁，她今天第一次来青兰报道，我带她到处转一转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几位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她跟我的大女儿有几分相似。那沈先生肯定是看走眼了，我们婉宁可不敢高攀，给您当女儿。白法医，你看您这话说的，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沈若明明已经死了，而且就死在我们眼前，怎么可能突然冒出来？一定是最近太乱了，看养花了。咱们青兰20年了，选学生向来严苛，像这样拔尖的苗子本来就少见，那偏巧他们两个不仅天赋出众，而且啊，研究的方向还碰到一起了，这真是缘分呐！慧敏啊，我看啊，不如这样，咱们为他俩办一个小竞赛，也算是别样的迎新会吧。一来呢，也让新人能够快速融入研究的氛围；二来啊，让我们看看这样的好苗子能发出多大的光。你觉得呢？我没问题，一切都依我干女儿的。我同意。那沈诺呢？妈妈已经好久不犯病了，为什么会突然把她认成沈若？难道说……诺诺，朱院长问你话呢。姐姐，这大夏天的戴个口罩不难受吗？我帮你摘下来吧。你干什么？我干女儿刚做完手术，不能摘口罩。
白法医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女儿太想念她的姐姐了，一时冲动才有所失礼，请您见谅。我姐姐她去世的早，我就是看她长得太像我姐姐了，一时激动才……是吗？我们当时给周围邻居录口供的时候，他们一致表示你们姐妹俩的关系并不融洽。诺诺又欺负小若了，诺诺又欺负小若了。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在外面给我丢人了。那是罗同志，我刚才的提议，那你意下如何呢？我没有意见，您安排就好。后天就要竞赛了，现在临时抱佛脚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怎么是他？或许后天的比赛我可以不战而胜。哎，陈同学，好巧，又见面了。闪开，别碰我！陈同学，我就跟你打个招呼，你这么凶干什么呀？请你离我远一点。你干妈没陪你一起来呀？我听说她当年可是跟周院长并称为青蓝双子星，可是后来因为私生活不检点，就被学院开除了。我也听过这个瓜，当年的青蓝双子星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不错，而且据说这个白慧敏的才华远在周院长之上，只是后来未婚先育，才葬送了大好前程。这种人简直丢尽了学术界的脸面，现在倒好，靠着旁门左道钻空子，把你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塞进青蓝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竟然能让他为了攀附，连这点学术底线都不要了。干妈，她不会就是白慧敏的私生女吧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这种可能。你们心脏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大热天戴个口罩，不是怕见人是怕什么呀？你有本事摘下来啊！你算老几？凭什么听你的？看你就是心虚，还敢打人！我看他就是狗急跳墙。现在这女生啊，真是不思进取，年纪轻轻就想着走捷径，往有钱有权的人身上扑。我要是他爸妈，我非打断他腿。大家都是拼死拼活考进青蓝的，却被这种攀关系的人踩在头上，大家甘心吗？没错，我们寒窗苦读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让这种人成为我们的垫脚石。对，滚出青蓝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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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是全国高考状元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跟我竞赛，更不配待在青蓝。沈诺什么时候成了全国状元？没错，根本不配。对，滚出青蓝！你这种货色根本不配跟我竞赛，识相的话就自己退出，否则我就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，让你一辈子也抬不起头。贱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！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！放开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竟然在食堂聚众生事，你们不想在青蓝待了是吧？是这个人他品行不端，大家都不服气，他为什么在青蓝？哎，这不是陈婉文吗？快！陈同学，没事吧？您有所不知，这个陈婉宁她和白法医的关系可不是干母女那么简单，她陈婉宁就是白法医的亲生女儿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们青蓝是个科研单位，凡是进来的人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筛选出来的尖子，就不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们都不要乱讲啊！我说错了吗？他要是清白的，就拿成绩说话。只要他把高考成绩放出来，
我们就信他。我们要看他成绩单。没错，不然我们不服。看他成绩，看他成绩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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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这样一味的袒护他，只怕会伤了学生们的心呢。这样您在青兰还怎么服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把口罩摘下来，我们要你的背调，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凭真本事进的青兰。怎么不敢啊？那你就自己滚出去，别让我们再看见你。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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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摘。这么严重？快送医务室！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搞霸凌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沈诺，我劝你收敛一点，要不是看你是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我早把你赶出青兰了。今天的事儿，暂且给你个院内警告处分。后天的竞赛，最好不要让我失望。婉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婉宁，婉宁，怎么样？让我看看伤的严不严重？哎呀妈，不碍事的干妈，一点小摩擦而已。他们简直无法无天！不行，我得报警。干妈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马上就是知识竞赛了，是时候给他们准备一点惊喜。你决定了？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喂，出事了！小若，小若，小若，小若！小若，小若，快送进医院！来，我这是到天堂了。喂，我的傻女儿啊，你怎么净说傻话呢？现在几点了？8点半了。小若，你才刚醒，好好卧床休息吧。今天是高考，我必须参加考试。好，干妈开车送你去。好，干妈，还好有你和爸在。高考那天，要不是你飙车闯了3个红绿灯，我肯定赶不上考试。还有上个月的生理值，要不是你们找到了匹配的肾源，我可能……好孩子，咱们大难不死，以后有的是福气。我现在一想到沈家那群白痴被一个死猪肉吓得魂飞魄散，我都觉得好笑。这样能行吗？这可是定做的高度仿真假人，我还在里面填充了猪肉。只是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？这也算给他们沈家人一个考验。如果他们能及时发现的话，就证明他们还是在乎小若的。那他们要真的没发现呢？那我就带小若走，给他改名换姓，从此以后跟沈家人再无半分瓜。月婷啊，还是你们家诺诺优秀，这青兰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不像那个沈若，
就是一个丧门星。我们沈家呀，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出了这么个东西。这人都死了，你少说两句。他把我儿子送进监狱，断送了我儿子后半生的职业生涯，就连弟妹也是因为他的死变得疯疯癫癫的。我说他几句怎么了？停了！做大喜的日子，别说这不高兴的话。月婷啊，这弟妹和小恒怎么没来啊？哦，他最近一直在家里休息，小恒留在家里照顾他。各位，我们的竞赛马上开始，下面有请我们的参赛选手沈诺和陈婉宁。诺诺，加油！这陈婉莹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不是不敢来了呀？害怕也属正常，毕竟我们家诺诺是非常优秀的。这既然对方没有来，那是不是直接可以判定我们家诺诺获胜了？既然陈婉宁没有来，我宣布，本次比赛的获胜者是……谁说我弃权了？你还好意思来？我为什么不好意思？之前是你校园霸凌导致我重伤住院，才差点没办法参加这次的竞赛。好了，你们两个都是特招进青兰研究院的，这足以说明你们的潜力。我希望啊，在这次竞赛中，你们拿出你们的真实实力说话，让那种质疑者闭嘴，让旁观者心服。但如果害怕呢，那现在就可以主动离开。我可以参加竞赛，我也可以。既然这样，我宣布竞赛正式开始。我写完了。诺诺啊，还真是优秀啊！这么难的题，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完。这周院长都夸我们诺诺呀，是难得一的天才，那自然是没得说呀。时间到，请评委上前评分。这个解题的思路啊，非常新颖。我已经有很久没看到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人。他怎么会知道这套方程式？这场比赛我赢定了。这解题思路怎么跟沈诺的这么像啊？明明是沈诺先交卷的，该不会他是抄袭沈诺的吧？很有可能，这题这么难，肯定是他怕写不出来丢人，才想的这些歪门邪道。也难怪，他不就是靠着关系才进的青兰吗？没想到这陈婉宁还真挺厉害的，这么难的题都会。不过还好我提前看了沈若以前的笔记，他的解题思路完全够我赢了这个人。婉宁是凭自己的实力进入青兰的，竞赛现场上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全程是他自己在答题。事实就摆在眼前，这就是公然抄袭。这成绩差一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这作弊嘛就可耻了，这可是人品问题。这青兰呀，也不知道在哪找这么恬不知耻的东西啊，真是寒了多少人的心呢！哎，都不要吵了。虽然这两人解题的思路啊非常相似，
但是这是在一个固定的公式上进行创新的，所以啊，这不代表抄袭。周院长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家诺诺这么优秀啊，可不接受平局啊！就是，我们才不接受平局。要根据这情况，我看不如给他们两个再加赛一场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可以。那行。评委组通过商议一致决定，通过附加题的方法来决定竞赛的获胜者。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嘛！获胜者明明是我们家诺诺的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亲自来出题。好吧，现在答题开始。这不是沈若发给周院长邮件里所提及的方程式吗？我的好姐姐，这次你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我写完了。这个陈婉宁，该不会是知道自己比不过沈诺，直接摆烂了吧？没错，他一个靠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人，怎么可能轻易的解出这道比上一道还难的题目呢？我也写完了。请二位移步一旁，等待评委上前评分。陈婉宁，我劝你啊，早点认输，省了在这丢人现眼。你输给我们家诺诺这样的天才，根本不丢人。该认输的应该是沈诺才对。你这个关系户，你现在还敢顶嘴？你是不是非得闹到秦岚那，把你开除你才开心？到底是谁被开除，还不好说呢。一个连脸都藏着掖着的人，这能是什么好人呢？小若，沈若，你没死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了？这是？看你们的反应，是我长得像某位雇员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应该是认错人了。你真的不是沈若？沈先生，您怕不是已经忘了，您的亲生女儿因为你们的疏忽，尸体已经被蛆虫啃咬的连渣都不剩，又怎么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呢？没错。我姐姐沈诺已经死了，你不可能是沈若，不是沈若，绝对不是沈诺。什么蛆虫咬啃？诺诺，他说的什么？小若不是因为生病去世的吗？他刚才说的疏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若虽然平时是不懂事的些，但毕竟是我们沈家的孩子。小若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是怎么对待她的？这小若到底是怎么死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带诺诺去毕业旅行，是我们疏忽，没有及时发现小若去世。你说什么？你太大意了！小若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这些事情晚点时间我再给你们解释好吗？沈先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亲女儿的尸体现在应该还在太平间里躺着吧？你们如果想去看看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若的尸体到现在还没火化呢？这不都是已经死好几个月了吗？是算命大师说，不能把小若的尸体拉回去，要不然咱们沈家都会倒大霉的。你到底是不是小若的亲生父亲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她呢？哎，够了！加赛的结果现在可以公布了。在此之前，我想向沈诺同学问一个问题：你是怎么想起来用这个公式来解决这道题的？当然是因为这是最方便便捷的解法。这可是沈若和周院长信中提到的公式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获胜的应该是我们家诺诺，对不对？这还用说？这肯定是我们家诺诺获胜。我宣布，这次竞赛的获胜者是陈婉宁同学。什么？陈婉宁就写3行半，他填什么赢？这果然是关系户啊！可以公开作弊，
这真是无法无天了。我承认，我有私心，我向大家道歉。周院长怎么能这样？这种级别的比赛怎么可以公然舞弊？我也要向陈婉宁同学道歉。你也不能因为事情败了就给陈婉宁道歉呀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看来这陈婉宁的背景真硬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学术界的耻辱，让堂堂青兰的院士当众道歉，这背景，想想都可怕。我要退出青兰，有他这样的人压在我们头上，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辈子都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。耻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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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道题，沈若同学他早就知道。周院长包庇的人是沈诺，这怎么可能？这赢的人不是陈婉宁吗？周院长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诺诺，你快给大家解释解释。还是我来说吧。早几年，我和沈诺同学通信中探讨过这个问题，而现在沈诺解这道题的思路，就是当年我最早的解题思路。您的意思是，诺诺以前就知道这道题？确实如此。那既然这样，他怎么还会输掉比赛？因为这个答案是错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封信里，周院长明明信誓旦旦地炫耀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他是青兰的院士，怎么可能出错？陈诺同学，你忘了吗？当年我们通讯的时候，清清楚楚指出这种解题思路是错误的那个人，就是你啊！我们原本约定下一季的通信中，把他的解题思路分享给我，可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这个通信就突然中断了。所以说，您把这道题作为这次竞赛的附加题，就是为了得到最佳的答案。不错。当时迟迟没有给您回信，是因为我回去想了很久，我发现您的方法就是最正确的方法。是这样吗？没错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始终觉得这就是最合适的解题方式了。果真如此啊！当然了，这可是您研究了一辈子的心血，怎么可能会出错？我当时太不自量力了。沈诺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周院长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诺诺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当然是马屁拍在马蹄子上。周院长生平最讨厌这种人。是啊，周院长之所以如此重视沈诺，就是因为沈诺在周院长发表的论文上提出了质疑。这才几年啊，沈诺怎么变了？你们懂什么？这是我们家诺诺有教养，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驳了周院长的面子。那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判定陈婉宁获胜呀。是呀，这个结果我们不服。陈婉宁获胜，是因为他写出了真正的正确答案。怎么可能？他就写了2、3行，怎么可能是正确答案？越是困难的问题，往往解题的思路越简单。但是当年你告诉我的，你忘了？用自己否定过的答案进行解题，又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一问三不知。师兄，你真的核实过现在站在你面前这位同学的真实身份吗？有没有可能，这封信根本不是他写的？不是我，难道还是你吗？婉宁同学提出的是合理的质疑。沈诺同学，你这么激动，该不会是心虚吧？谁心虚了？我根本没有。周院长都说了，一直跟他通信的就是我们家沈诺，还会有错吗？据我所知，沈先生，你还有一位大女儿叫沈若，婉若的若，从小成绩优异，尤其擅长科研，并且获得过多次奖项。你不要乱讲话。是呀，我们沈家的事你怎么知道？沈先生，你怕是忘了，是我给你的大女儿做的师姐，她的资料我自然是知道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当年和我通信的沈诺是他的大女儿？沈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当时你也是言之凿凿告诉我，和我通信的就是沈若，后来才改名叫沈诺的。你自己也当时亲口承认的呀。是诺诺，真的是个诺诺。恐怕沈诺并非沈若，
师兄，今天这件事，希望你能给婉宁一个交代。这个自然。为了保证我们竞赛的公平性，我们组合评审组联合出题。3天后，在直播镜头前，我们为他们举行一场正式的竞赛。你们看怎么样？陈果同学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那好，就这样定了。爸，那个陈婉宁真的是沈若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天我们亲眼看见他的尸体，就算是华佗在世，也不可能将一滩烂肉变成一个活人。可是他的眉眼跟沈若真的很像。像又怎么样？想要弄明白也容易，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走。爸，这里面到底哪个是沈若呀？这太远了，我也看不清啊。终于想起来把女儿领回去了。不是我想的，想吓死谁？白法医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呀！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这个，白法医，这真是我女儿吗？这不是写着呢吗？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确认一下吧。确认了吧？确认了，你快把布盖上吧。真的不再确认一下吗？万一弄错了。不会弄错的，这就是我的女儿沈若。那把字签一下，领走吧。都办妥了，谢谢干妈。有了这个，我就可以跟沈家彻底断绝关系了。太好了，找个时间啊，把你的户口落在我名下。想得怪美呢。爸，听见没？他管我叫爸。你就是个养父，得意什么呀？哎，养父也比你这干妈强。干妈怎么啦？哎，这女儿啊，就得跟着妈，跟着妈才幸福呢，你懂什么？当初我让婉宁回沈家，也是心里盘算着那是他亲爸爸，在亲生父母跟前，吃的穿的都不用愁，更不会受半分委屈。可谁能料到，我竟是把我的婉宁亲手推进了那样的火坑啊！我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当初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不能让他们把你给带走。你拿什么拼命呀？他们财大气粗的，你一老头怎么拗得过他们？干妈，爸，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。你确定沈家的人不会发现吗？放心吧，他们巴不得早点把尸体拉出去火化，看都不愿意看一眼。单靠沈若的笔记很难赢陈婉宁，我得再想个办法。哟，这是谁欺负我们家小妹的呀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沈若的死丫头今天火化了，我特意过来给你们庆祝一下，怎么不欢迎我？这傻子倒是可以运用一下。怎么会呢，大哥？只是什么？只是大哥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失望？什么意思？沈若她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你没听说吗？有个叫陈婉宁的，简直长得跟沈若一模一样。只有让沈萧觉得陈婉宁就是沈若，他才能帮我阻止陈婉宁参加竞赛。唉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这事儿我也听我爸妈说了，沈若都要火化了，怎么可能活着呢？就是说呀，
我也不信。可是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，能有多像？无论是身材、样貌、气质，还有说话的方式，我不说10分像，起码得有9分半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倒是想亲自去查一查这个陈婉宁的来历。好，我这就去会会这个陈婉宁。按沈萧对沈若的恨意，陈婉宁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参加完今天就回来了。好。沈若，还真是你！你认错人了。别他妈装了！你害老子进局子，你就算化成灰，老子也能认出来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叫陈婉宁，不信你看我证件。你还装？真是老天有眼了，让你落在我手里。我可没时间陪你发疯。你他妈敢打我！今天我就送你上路。都这会儿了，这陈婉宁他人呢？该不会是认怂了吧？他肯定是觉得呀，比不过咱们家诺诺，下次不敢来了。在我们家诺诺这么优秀人的面前，他临阵脱逃也实属正常。哎，各位评委，人到现在还没来，是不是该取消他的比赛资格了？时间快到了，婉宁怎么还不来？陈婉宁，今天的第一只能是我。院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还继续等吗？来，一切按流程来吧。是。我宣布，本次竞赛比赛开始，请选手作答。老陈，婉宁有没有联系你啊？他刚给我通过电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到青南了。他还没有过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坏了，婉宁出事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是违法的！犯法？你有本事就再把老子送进去啊！你要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我弄死你！你有什么话好好说？好好说。你当初把老子送进局子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好好说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你认错人了。我真的不是你说的沈若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我真的不是你说的那个人，不信你看我的证件，我的证件在包里，我真的不是。你真的不是沈若？虽然还有很多题不会，但没有对手的比赛，要我怎么说？这不可能，你就是沈若！等等，死到临头了，就跟阎王爷说去吧。你不是认为是沈若把你丢进监狱里面的？我手机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清白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是真是假，你一看便知。怎么是他做的？你真的是沈若？我要交卷。这陈婉宁到现在连影子也没见着，咱们诺诺的头名稳了吧？现在呀，就算是从天上掉下来，这就剩10几分钟了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原本我们家诺诺还想好好的跟他较量一下，谁知道他这么怂，还没参赛就害怕的不敢来了。可不是嘛，估计是知道比不过，早躲起来哭了吧。你们别得意的太早。哟，这个时候了还嘴硬？你有能耐呀，就让陈婉宁现在从地里钻出来，过来答题。
这个可以。院长，我们宣布比赛结果吗？可以。基于陈婉宁没有出席本次竞赛，评委组一致决定。等等，陈婉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你觉得我应该在哪？各位老师，我可以答题了吗？可以。婉宁，加油！这就剩10分钟了，他能答几道题？是啊，他就在做无谓的挣扎呀。这就博眼球，输了也能说自己努力了。陈婉宁，你等着，这次我肯定赢。时间到，请选手停止作答。这还有阅卷的必要吗？直接宣布结果得了呗。是啊，这都做这么久了，怪累的，就没必要耽误时间了。下面我宣布，此次竞赛的获胜者是陈婉宁。什么？这是2位选手的试卷，在座的如果有人对评定结果有异议，可以随时提出。陈婉宁好像确实更胜一筹哎。沈诺好多题都是错的，也就勉强及格呀。这沈诺不是今年的全国状元吗？怎么就这水平？是啊，会不会搞错了呢？确实是搞错了，全国状元是他姐姐沈若。市长你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若与沈诺2名考生姓名高度相似，当时我们疏忽把若看成了诺，所以才造成这场乌龙啊。可录取通知书如果错误的话，那清北那边为什么没有派人来取消诺诺的入学资格？清北的录取通知书上面是沈若，况且沈诺来了青兰，他没有去清北报道啊。说这个疏漏，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啊。不对，沈若在高考前1天就去世了，他根本就没进考场，怎么可能成为状元？没错，法医已经鉴定过了，我姐的死亡时间就是高考前1天。奇怪了，难道死人还能爬起来考试不成？这2个人的名字那么像，会不会是清北那边把通知书搞错了？对，一定是清北搞错了，状元只能是我们家诺诺。为了核实情况，我们成立了特别调查组，调取了所有考场监控，还对试卷进行了笔迹鉴定。这绝对不可能！大家快看，陈婉宁的试卷名字沈若，她是沈若，陈婉宁就是沈若。不可能！陈婉宁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沈若已经化成灰了。我装神弄鬼？是你告诉堂哥我就是沈若，还撺掇他在赛前把我绑走的吧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我根本没有。要不是养父发现的及时，我现在已经变成沈萧铁棍下的冤魂，正好碎了你的心一对吗？沈诺同学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诺诺，你快说清楚呀！他怎么在这胡扯？你沈萧哥到底去哪儿了？肯定是你考不过诺诺，就编这种话来污蔑他。你们诺诺才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沈恒，你还护着你这个妹妹？他是我哥，护着我天经地义。我劝你早点说实话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天天盼着我是你姐姐吗？好啊，我成全你。我就是沈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沈若明明已经火化了。我原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一辈子的陈婉玲，是你们沈家非要把我往死路上逼。这到底唱哪出啊？听说沈若才是沈家亲生女，这个诺诺是抱来的养女。我也听说了，当初沈若死在沈家，还是隔壁邻居闻到臭味才报的警。
发现的时候尸体都已经腐烂了。这家人就是偏心养女。这么说，这真是王者归来，回来讨公道了。我能证明他就是沈若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陈婉宁与沈先生的亲子鉴定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二人是亲生父女关系。这不可能！沈若，真的是沈若，可你明明已经臭了、烂了，还是说早已经被你们宋军化成一把灰了？沈先生，你怕不是老眼昏花了吧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？我从小就患有严重的肾衰竭，在高考的前一天，我晕倒在了家里。是我爸，是我养父给我打电话，发现没人接，就知道我出了事儿，于是和我干妈一起找到了。还好发现的及时，我成功撑过了高考，做了肾移植手术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如果你没死，那3天前火化的遗体是谁？那根本就不是人，那不过是填充了猪肉的假人罢了。什么？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爸妈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戏耍他们呢？少装好人，收起你套伪善的嘴脸。你们当初但凡多看我一眼，就该发现，那根本就不是我。月婷，你当真没有去确认一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小若？是啊，月婷，这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马虎呢？这真不能怪我呀！当时那具尸体高度腐烂，我怎么确认呢？你不是不能确认，而是你打心里觉得我根本就不重要。哈哈，这不管怎么说，小若活着是好事啊！两个闺女都考上了青兰，沈家是双喜临门啊！小若，赶紧跟你爸回家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跟你们回家了？沈若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姐姐，大伯跟伯母都已经原谅你的错了，你就跟他们回去吧。沈若，当初你把沈家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我们都已经不追究了，你怎么还现在摆架子呢？之前把沈家搅得鸡飞狗跳的，另有其人。有话里有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沈若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的意思是，之前那件事儿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是谁啊？那你们就要好好问问你们的侄女了。诺诺，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快说呀！姐姐，你怎么能在摄像机面前说这些呢？你不就是想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来掩盖你之前的错吗？我知道你从小的家庭条件不好，所以你心里不平衡，你就嫉妒我们沈家的孩子。可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做了什么错事，我们都能原谅你的，姐姐。这沈若真是心理扭曲，竟然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。就是，这种人就是天生的恶种。这沈家人也太善了吧，都这种情况了，还要认他。姐姐，只要你认真道个歉，我们都能原谅你的。啊！沈若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诺诺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还推他？看来我之前跟你们断绝关系是做对的。你怎么跟长辈这样说话？我们白养你了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们沈家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逆女？之前堂哥的事儿，明明就是沈诺做的，你们却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都怪在了我身上。我之前念着你们有养育之恩，怕你们知道后对他失望、难过、生气，所以我一直忍着不说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今天要和你们彻底断绝关系。那怎么可能？诺诺那么乖巧懂事，他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情？沈若，你自己做错了事儿，还要把屎盆子扣在诺诺身上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？犯了错还不知道悔改，你这种人就不配再回沈家。沈若，我们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我今天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二叔，别动小若。我看这个是我女儿。哎，这是我女儿。哎，干嘛后边站？是你，儿子，来，儿子，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骗你的？爸妈，我们误会小若了。儿子，你可别被沈若给骗了呀，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呀。妈，我没有被骗，
当初我也以为是小若骗的我，直到我看到了那个视频。视频？什么视频？诺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是你害的我儿子，我打死你这个畜生！王我们一家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！是的，不是的。沈诺，我们沈家到底造了什么孽，才收养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我今天非要打死你！我没有你这个妹妹。伯母，我知道错了。混账东西！大伯，大伯，今天非替你爸爸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好了，这里是青兰，你们回家去解决家务事情，我不管。但在这儿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况且现在沈诺还是我青兰的人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在这儿胡闹。哼，周院长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沈诺就是你当年要找的那个笔友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伯母，我知道错了。混账东西！大伯，大伯，今天非替你爸爸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好了，这里是青兰，你们回家去解决家务事情，我不管。但在这儿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况且现在沈诺还是我青兰的人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在这儿胡闹。哼，周院长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沈诺就是你当年要找的那个笔友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周院长，你被骗了，你要找的那个笔友根本就不是沈诺，而是沈若。可之前的信息那都对不上了。周院长，我为了让沈家更上一层楼，变了底，让他进了青兰。怎么？小若被找回来之前一直叫沈诺，沈诺一直霸占他的名字不肯还给他，所以我们才被迫给他改了名字，叫沈若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要找的是小若。都是我的错，当时我就是觉得反正小若已经不在了，空着一个名额，不如让给诺诺，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哎呀，你呀就是猪油蒙了心。小若，都是爸爸的错，爸爸不好，爸爸给你道歉好吗？别，我可受不起。小若啊，之前是大伯错怪了你，就请你原谅大伯吧。啊，是啊，小若，毕竟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的。一家人，我可跟沈诺做不了一家人。小若，都是爸爸的错。如果你答应跟着我回沈家，我现在就立马就把沈诺逐出家门。爸，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？你别叫我爸，我不是你爸。小若，以前是哥糊涂，是哥哥的错，跟我们回家吧。可以后肯定好好心疼你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可不稀罕。哈哈，小若啊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。我们可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啊！哎呀，这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家人，我和我爸和我干妈才是一家人。这再怎么说，他们跟你那没有血缘关系，不比我们沈家呢。血缘关系，以前我天真的以为血缘是这个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东西。可你们呢？是你们亲手教会我，亲人可以自己选择，而你们根本不配做我的亲人。走吧，爸，走吧，妈。小若，小若，安静！我宣布，青兰研究院将沈诺除名，且未来永不录用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派出所啊！
赶紧把婉宁的户口落到我这儿来，以后你就是我陈露名正言顺的女儿。你想得美，婉宁，听干妈的，户口落我这儿，女儿当然要跟着妈才好了。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你姓白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明摆着要跟我抢女儿啊！落我这儿！什么叫抢啊？婉宁从小就跟我亲，我可是她干妈，女儿当然要跟着妈妈才好呀，我还能天天陪着她呢。就落我这儿了，听我的啊！落我这儿！哎呀，落我这儿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争了。要我说啊，咱们3个直接落一个户口本就得了，这样谁也不用争了。走啦。